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陈小农。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产经新闻台北支局支局长石板明夫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一开始想讨论一个在日本人人关心，在台湾也不应该是这个大家不关注的话题，因为台湾现在和日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台湾的安全也和日本的支援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第二次发生了首相级的人物，遭到袭击，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应该讲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那我想石本先生，您对日本的资讯应该掌握的非常多。我不太清楚，迄今为止日本媒体披露了多少，还有日本警察厅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分析和报道？关于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就是犯人，他现在是被抓起来了，但是说呢，他拒绝回答问题，所以在现在呢，对于动机方面的，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找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说日本媒体会把这个人的背景、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就是同学上学时代已经摸得非常清楚了。关于这些报道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呢，就是没有一些和比如说外国势力啊，或者一些非常明显的，就是说针对政治上的非常强烈的动机，而是呢，现在日本媒体总体的这个报道的感觉呢，是一个模仿性的犯人啊，就是上一次刺杀安倍的那个山上彻，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日本媒体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就是一直在挖他自己的犯罪心理和他的背景，结果呢，塑造出一个呢，好像是一个弱者被反抗、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而且呢，很多人呢是对于这个上一个犯人比较同情，据说有很多人给他募款，他现在人在监狱里边收到很多很多的钱。那么现在呢，这个青年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正当的工作，也是就是24岁，但是说，怎么说呢，在疫情之后呢，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抱负，是在一种，他有一些暴露出在网上的一些留言，被认为是他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小瞧我，我要做大事啊，基本上好像是这种比较单纯的动机，某种意义上这种也是很可怕的。另外一个呢，他拿到的凶器，这个和上次的安倍首相遇刺的安倍首相遇刺也是一个自己制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枪械，而且就是说发射的成功率很低的。他第一枪打出去的时候是没有打出来的，第二枪打到了安倍的这个脖子的动脉，然后第三枪呢又没有打出来。据说他射出来的成功率是30%，所以有人说，如果是后边有什么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这些势力行刺的话，至少要给他一把更好的手枪嘛。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新的犯人他自己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爆炸装置了，就是应该是用的黑火药，但是说呢，杀伤力其实也并不是很大。那么所以说呢，怎么说呢？可能说是一种在社会中一种压抑的一种年轻人想成名、想做一件大事的这种比较简单的动机的可能性比较大的。那日本警察厅这一次研判啊，岸田首相的警卫安保工作，有没有像安倍首相上次那样？应该有改善，但是说，真正的是他是在一个渔夫的一个港口，就叫一个渔港去演讲，然后呢，有很多都是渔民，就是说，很明显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比较在混在渔民当中，他是一个好像比较文静的、比较一个瘦弱的人，不像劳动那个渔民，所以说呢，大家有几个渔民一开始就盯着他，觉得不太对。然后呢，当他去点火要抛掷这个爆炸物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旁边2个渔民把他按倒了，然后这个维安人员才扑上来。当然说就是说他投出去以后，其实在1分钟，在多少秒之后才爆炸。
其实说幸亏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爆炸装置的杀伤力并不是很大，如果杀伤力很大的话，也许维安又失败了。日本的选举我也多次采访过的，因为他这个首相去演讲，他是为了尽量的人越多越好嘛，这种政治文化就是走入群众当中去嘛。我想这几次事件之后，日本可能会有所改变，但至少日本战后这70多年以来的民主形式，都是用这种怎么走入群众之中，去演讲，跟不特定多数的人去交流，是这么一场比较，这是一个过去的选举文化，这个很难改变的。那我想您在台北哈。这个岸田文雄首相这个差一点遇刺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您感觉说台湾观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多少有些担心啊？确实是，我觉得这等于说现在，在这个问题是总体还不太清楚，但是说，比如说安倍首相也是这个，怎么说这次的岸田首相也是，都是所谓的抗中保台嘛。就是在日本的都是比较强硬的，对中国问题是比较强硬的，比较支持台湾的。那么过去最近有人说呢，是外交的安倍，军事的岸田嘛。安倍在外交上做了很多的成果，岸田上台以后，他在军事方面其实走的是比较快，比较多的。那么其实，在日本总体的战后70年以的大的社会氛围之中呢，其实对这些所谓的鹰派的政治人物，就是在军事上、外交上要改革的人的话，其实在社会形象都不是很好，批评他们声音很多。大家觉得日本不应该被卷入战争，不应该就战后70年我们都没有军队，我们都过得很好的，现在为什么要去趟这个浑水？对这些怎么说呢？自民党的所谓保守派政治人物的话，其实批评的声音是很多的。在总体的这种氛围之中呢，就是把这些强硬派干掉的话。某种意义上，在社会上很多人是给他们鼓掌的，这种氛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对这一点呢，虽然即使后边没有什么阴谋，但是说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状况。而且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是多暗杀的国家，从明治维新以后，很多政治人物。都遭受过暗杀，像伊藤博文啊，什么全养义啊、袁敬啊，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暗杀的事情。就是过去有一个二战的时候有个血盟团，它叫一人一杀主义嘛，什么5.15事件、2.26事件都有很多嘛。其实这种暗杀的文化，如果在日本再次复兴的话，这是也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我想啊，对他们很多观众朋友们来讲，他们关注这些事件。也是关注台湾自身的安全，对，就是说日本的政府对在这个目前台湾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能够挺身而出，在这种状况下，台湾对周边的国家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局势，那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种安慰和安心。这一点，我觉得像台湾也是，台湾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也多次到总统府去采访，就是说。怎么说呢？维安，我觉得和别的国家比起来是比较松懈的了。台湾我们经常看到去泼油漆、去泼粪便、就是说真正的这种恐怖的袭击，其实并不是很多的。那么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已经急剧进入新冷战时期，因为我在中国我也就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现在中国的维安做的是真的，就是说现在去天安门广场就要查很多遍身份证，然后去搜身，所有的包全打，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严格。别说你去见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你要去人民大会堂之类的话，那个维安做的是非常非常彻底的。那么跟他比起来，我觉得像台湾这个民主国家，维安普遍做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这些大家都要改进，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我2015-16年的时候。那去那汽车，他都要把那个车底下都要检查，然后还有好几只狗在那里闻来闻去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在别的国家没有见过这么严格。然后要脱鞋，要把皮带解开，等等等等。那我们还接下来谈一下台湾本身的国防安全问题啊。这个最近中国这个对台湾这个第2次军机这个
点刚刚过去。那美国和菲律宾的这个谈判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菲律宾准备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目的也是为了帮助菲律宾加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建设的那些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基地的威胁。那么中共当然非常愤怒，对菲律宾也有发出威胁了。您认为说这个菲律宾目前的这种姿态的改变，是一种中国的海军造人造岛逼到了菲律宾的鼻子底下，他才被迫做的反应呢？还是说菲律宾也和日本一样，多少感觉到了这个中国在这个对台湾以及对南海的这个进击性的、就是威胁性的这种军事姿态啊，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国家安全越来越困难，所以需要提高警惕。那您觉得菲律宾现在是一种长期性的这个转变呢，还是说这个菲律宾只是一时的一种做法？怎么说呢？我觉得菲律宾呢，现在这个小马可是他刚刚当选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中国的国内的媒体是一片欢呼的，认为可能上来一个亲中派。结果呢，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中国最近，比如说啊，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下来变成拜登，中国也是一片欢呼。日本的安倍下台以后，换上菅义伟，菅义伟换成这个岸田，中国也是一片欢呼。大家都认为呢，就是说好像是强硬派走掉了，能换一个对中国友好派。但是发现新上来的友好派呢，很快就开始对付中国，而且对付中国的手段可能往往比上一任更加就是严格。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其实，在民主国家，每个国家呢，它都是民主政治，就是反映国民的声音嘛，国民的想法嘛。那么中国最近它的对外扩张，它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以战狼外交，其实是引起周围的国家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安全感。很大的不安，就是说中国呢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属于海权国家，这中国呢是一个陆权国家。这个海权国家的扩张是什么呢？就是海权国家最大的利益是做自由贸易嘛，就是说你要不做自由贸易的话，我想尽办法去整你，邀请你同意。但是只要是你同意跟我做自由贸易的话，那就 OK 了。我基本上领土没有太大的野心，就是说只要我们一起可以做生意，而且做生意是互惠的嘛。我们是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之下做生意，所以说海权国家的扩张是国家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么就是说陆权国家的扩张呢，它是一种掠夺性的吧，就是说我占领你，我扩张之后呢，我占领你呢，我要你的资源，要倾销我们的商品，就是我赚钱是剥削你的一种方式。所以陆权国家的扩张都是很辛苦的，而且扩张不大。比如说我们现在俄罗斯就是这样嘛。那么日本其实啊。过去二战的时候，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是日本过去是坐在船上的陆权国家，它往外扩张的，它做事方法是陆权国家一样的，所以日本的扩张方式也是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反弹反击的。那么跟此比起来呢，中国现在这种陆权国家的对外扩张的话，让大家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不安全感。那么大家一起呢，有时候表面上不敢说，表面上呢稍微的。就是说跟你不撕破脸，但是下边大家在紧锣密鼓的在防止中国的这个往外扩张。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横向的联系其实越来越紧密的。所以说现在不得不就是想到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在2006年他就提出了一个印度太平洋构想。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想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在说胡话，因为日本和印度的地缘政治隔得很远。当时说印度和日本怎么能搞在一起的，文化也不一样，这首先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嘛。但是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大家才知道日本和印度是把中国夹在中间的，一个从东边一个在西边两个大国嘛。那么现在全世界其实是在按照安倍在2005年、06年设计的这种战略蓝图下，其实在一步步走得越来越扎实嘛。那么在这个蓝图之下，有韩国，有这个台湾，还有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和印度，大家一起的防止中国的这种对外扩张和中国这种，因为中国他想决定这个游戏规则，想把美国的势力轰出去嘛。所以说
大家都是美国进驻亚太的一个受益者嘛，这个国家，所以说大家一起联手在反抗。所以我觉得过去呢，这个怎么说呢？韩国一直不配合，但是我们看到最近韩国也开始配合了，而且印度也开始这个日本和印度关系现在走的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在东南亚响应这种声音的国家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长期来说的话，这种形成的。有人说这个叫印太小北约嘛，这个当它形成的话，我觉得这是安倍的构想在一步一步走向现实。当然，最近澳大利亚好像风向不太对，但是我想应该过不久还会回来的。我估计澳大利亚的情况是经济上他们想做生意，军事上他们还要继续的扩军备战，但是呢，这个经济上生意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澳大利亚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现在经济的困难，他做不了多少。那好，我还想再请教一下石板先生啊，中国军演之后，美国呢这个五角大厦这个在注意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实际上媒体上还有美国的智库也在讨论，就是说从中共要是威胁台湾的话，无非是海军和空军两条路，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对外扩张你坐着船去，就哪怕是陆军的军队，你也得坐船，也得到海上去。一个是海战，一个是空战。那么海战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已经不再是这个太平洋战争时代的那种作战模式，而变成说是以飞弹为主了。那飞弹的话是可以在1000英里之外发射的，所以对航母来讲其实是一个过时的武器。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空军是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就飞到台湾上空，然后对台湾构成威胁。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台湾比较容易遭到中国的空袭。那么也就因此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中共这个武力犯台，用海军运送军队过去登陆的话，这个胜算不见得很大。反过来讲，如果海军不灵了，中国就只剩下空军了，那么台湾的空防压力是不是会越来越大？怎么说？其实我们看到岸田内阁其实从安倍就开始了，他做的一连串的改革，都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那么怎么说呢？只是表面上不说而已。其实，在安倍的时候，他就决定从美国买105架 F-35的飞机嘛。这个日本当时假想敌最大假想敌是这个北韩嘛，北朝鲜嘛。其实对付北朝鲜根本不用那么多飞机，没有1-2架就够了嘛。所以说他这个基本上有人就说他是为了台湾，就是说将来帮助要借给台湾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日本在这个南西诸岛上要设这种1000枚的，射程1000公里的地对舰空弹，就是飞弹，地对舰就是打船的嘛。那日本在南西诸岛，那就是很明显就是中国你要派船过台湾海峡，它正好射程进入它的射程嘛。就是日本有的时候不说，他其实是在做的。他就是后来安倍讲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怎么说呢？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之后，日本整个的和东南亚和日本的海上渠道就被切断了嘛。日本的石油的运输，日本的商业基本上都会被拦截嘛。就是他天天收你税，你也受不了嘛。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是日本是一定会介入的。虽然现在有日本各种各样的法律在困在日本那里，但是说呢，首先呢，日本的政府，自民党政府从1955年成立的时候，1955年的话是日本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自由民主党。这个自由民主党就是改变宪法，把日本变成正常国家，是他们这个政党的这个奋斗目标。所以说呢，如果说中国怎么说呢，在台湾海峡有所动作的话，那日本第一呢，日本大家的舆论一定是支持台湾嘛。现在日台的这个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关系，这个民间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包括这个什么，就是日本的地震的时候，台湾有很多的捐款啊，台湾没有疫苗的时候，日本去提供疫苗啊，等等这些互动都是非常非常亲近。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这种侵略的话，那么日本的民众，日本也是民主国家嘛，民众大家一致要求日本去介入的话，我想日本有再多的法律也瞬间都会有改变的嘛，因为民主国家就是靠一票一票的法律是可以修改的嘛。
那另外一个，日本的这些政治人物也一定想借这个机会把日本变成正常国家嘛，日本所谓的周边有事嘛。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日本一定会介入的。所以说呢，而且日本不但自己会介入，一定会拉着美国介入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海峡就是不管是刚才你讲空军可能它飞弹可能把台湾的这个机场啊、雷达全部摧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的空军可能把很多的军事设施会炸掉，但是说中国能不能拿到制空权，我觉得是很难说，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俄罗斯到今天为止没有在乌克兰拿到制空权嘛，所以说。全世界如果台海有事，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会支持台湾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是拿不到制空权的，拿不到制空权的，你的地面部队就不敢上来了。所以说，台湾我们看到中国最近特别20大以后，习近平政权对台湾的政策有个明显的改变嘛，就他把马英九叫过去，而且就是说，表示要和民进党也可以，只要是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也希望交流嘛，就很明显。他过去的强硬派，他发现，这种强硬打台湾的话，还是打不过，成本太高嘛。最近好像他又回到了买台湾这一个方向的一个政策嘛。所以说，台湾我觉得最应该担心的就是说有人打开城门嘛。如果没有人打开城门的话，台湾是非常非常是这个易守难攻的。我觉得像我们看到欧洲的历史上。出现了2大牛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希特勒，都没有打到英国去，就是因为英国有英吉利海峡在拦着嘛。台湾海峡比英吉利海峡宽4倍，所以说，我想只要是台湾坚持防守的话，不出现内鬼的话，我想这个中国要打台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谢谢石板先生。最后还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想您最近这几天可能也听到不少了，就是中共军方有一个上将叫刘亚洲，对，突然被公开处置。那么一个上将不是简单的因为贪腐问题，而且说他是有政治野心。对，那您觉得，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刘亚洲为什么会被中共这样的整肃？因为他已经退休了，要说他个人也不见得有军权，因为他是个文官。那么习近平对他这样恨之入骨，是个什么原因？我认为是太子党的内部的内讧的问题了。也就是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其实他主要是依靠太子党的力量嘛。那么就是说，怎么说呢？在一个王岐山帮他搞肃反嘛，就是凡是不听话的全部抓起来嘛。在军队里帮他夺权的是刘源嘛。但其实刘亚洲当时也是在帮他的，就是其实习近平是借这些太子党的这些好兄弟们一起去夺权的。这个太子党就是对他期待也很高，但是说呢，这太子党就是其实刘亚洲我不是很熟，但是刘亚洲的夫人李小林当时是对外友协的会长嘛。那个时候，所以你见过他。中日关系非常，就是安倍刚刚上台或者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就是日本来的客人都是李小林去接待嘛。而且就是说李小林，我采访过，就是多少次他见日本客人的，我就当场采访。我还记得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说日本来了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就说，因为李小林跟习近平小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就差1岁，就是说是好朋友嘛。然后呢，日本那个人就说你们2个从小就是好朋友，是类似发小的关系。讲完以后呢，日本外务省那个翻译呢，把它翻译成青梅竹马。然后李小林闹一个大红脸，然后就赶紧解释说我们叫发小，不叫青梅竹马。然后我当时觉得很可笑，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太子党的玩伴嘛。但是说呢，李小林的辈分要比习近平要高嘛。刘源也是一样的嘛，就是李小林是他父亲是国家主席嘛，政协主席嘛。那个习仲勋只是一个副总理嘛，所以说辈分就是很多的，其实在这种太子党里辈分要比习近平高一点点的人，后来全被习近平斗倒，包括刘源也很早就被离开有权力的职务嘛。我想刘亚洲呢是一个儒将啊，非常爱写东西，而且在军队有相当影响力，而且呢他觉得自己自持身份，就是我当年也是
跟你一起打天下的时候，我还是你的师兄级的人物，对不对？你不可能拿我怎么样，可能说话就没有遮拦。殊不知皇帝对这种人是最忌讳的嘛。所以说，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方面，现在呢要肃清刘亚洲，其实是杀鸡给猴看，只是让那些太子党那些人要老实一点。所以我认为是太子党的内讧啊，就是包括王岐山，我觉得王岐山如果不搞事，早晚也有倒霉了。就是收拾任志强他们，其实也是杀鸡给猴看。那好，石板先生，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很多震惊最前线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想念您。希望今后还经常能邀请到您来参加我们节目。再次感谢石板先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这次节目，谢谢大家再见。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最近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些变化，美中台三方不断的在做一些我们讲的距离上的一些改变跟变化。有人都说这台湾千万不要刺激中共，如果刺激中共的话这是非常的不智的行为。但回过头来讲其实许多时候都是中共直接对台湾的一些挑衅怎么样让台湾更了解中共的这些本质，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一直是我们重要的使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新闻拍案惊奇的主持人大宇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大家非常喜欢的才子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大宇你好。洪林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大宇其实很受欢迎他不管是他在 YouTube 或者是我们讲干净世界的这个频道里面，他的新闻拍案惊奇都得到许多的一个喜欢跟关注。也许我们这个震惊最前线的朋友也有这个大宇的粉丝那我们都很欢迎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大宇的频道大家一起相互的来做一些支持那回到刚刚提到美中台的关系这个部分最近大家很关注的部分是从这个之前裴洛西来台湾引起了我们这个台海的很大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是持续不断的在攻击啦，甚至这个所谓军舰的扰台，甚至我们的离岛还有无人机在做干扰。美中台三方的这些变化您怎么看呢？我想呢这一次无一例外的中共对美国对台湾的造访美国这边领导人他去台湾的话在做出各种各样的抗议，但是呢他的抗议呢我想呢并不是说他真的有这个实力能够做什么，正恰恰相反中共他并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他只能是通过这种很多口头上的表达来进行一些反应。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您说的台湾岛内有一些反应，其实我也有关注，就每一次这个美国他的一些官员到台湾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在岛内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那么很多大陆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台湾的朋友会有人反对美国人到访，那我想呢这可能是有这个信息获得的差异那在中国大陆这边呢，很多人他确实是有支持台湾的这样的人，他是有的，他心里知道，但是他并不敢公开表达出来。他会认为他在民主上在自由上他支持台湾的，所以他认为美国到台湾那是去力挺台湾，从国际角度来看这很好哪有人会反对呢？对，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为什么台湾朋友有的人会反对呢？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那就是说台湾岛上有些人他会觉得这个美国的到访可能在挑起局势，这其实呢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信息上的误差。那实际上呢，中共呢他实力上他并不能做什么，他自己的备战，从台湾的这种他的国防部的分析角度，还是从美国的分析角度，还是从各界专家的分析角度来看，他最早他能做好一个比较初步的对台湾进行袭击的准备，也是2025年。当然大家注意是2025年，只是针对台湾，跟台湾形成一个就是它可以做跨海作战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它还不是美国，它真正的能够跟美国直接去对抗，它到2025年，我觉得到2035年它也不一定具备这个实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美国的这个他们的将军也在喊说2025年准备跟中共要打一仗这是美国这边军界他真的最近喊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意图。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觉得美国一方面是试探，就是说我并不是
怕你中共，而且美国有准备跟你一战。那这时候中共就要想一想，他到底要怎么做。那有些台湾朋友可能会想 ，OK， 看来中共也不只是打嘴炮，他可能会有一些实质的反应。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其实中共的这些反应并不是以台湾跟美国的互动为转移的，并不是以美国有多高级的官员去台湾访问为转移的，他是必会这么做的。因为呢，习近平他想3连任，他现在做到了，但他如果想4连任的话，普遍分析来看呢，他还是有难度的，他必须找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牌或者一个理由，能够说服党内，包括他不同派系。他虽然说现在可以就是一家独大，但是他要考虑不同派系的这个意见，他最后连任他还是要考虑这些的。所以说呢，他必须用一个比较能够说服众人的理由。那他们又不像毛泽东，对不对？他毛泽东的话，他是等于是毛太祖嘛，对吧？洪高祖，他是共产党的开国的一个领袖，但是呢，他不是开国领袖。他现在3连任呢，可以说他在效仿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前前后后他的这种执政期限差不多就15年，从89年一直到2002年，差不多是15年的一个跨度，相当于是3届了。那习近平呢，完全可以以江泽民作为参照，说服党内实现3连任。那么他想实现4连任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那台湾就是他这样一个手中的一张牌。那他现在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准备包括他扩建军队、舆论上的造势，甚至理论上，现在他都在叫王沪宁准备一套新的理论去替代一国两制，为就是武统台湾打前站。他要在之前呢创造一个理论，看能不能就是说去收拢台湾。我想呢是可能性不大，这个理论出台之后，一定比一国两制还要差他一定会更加的引起这个激愤。他最后的选项只能是比较激进的，就看他敢不敢这么做了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他在要想实现4连任，这是他必须做的。所以说他搞的这个环台湾军演他是一个借故而为之。他是以自己要武统台湾的进度为转移的，所以说美国如果没有人去，他照样会这么做。相反，如果美国一直去人，他虽然在喊，他虽然找理由会这样的去对台湾做文攻武吓，但是他心里他是会给他造成一个心理压力，他会知道美国真的在力挺台湾，特别是军方的表态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的政界、军界持续的强硬的挺台湾，包括台湾岛内的人民齐心合力，能够统一意见对美国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民间的政府双方的这样的盟友，那么中共一定是害怕的如果台湾岛内有意见分歧，恰恰我觉得会容易被中共的这种意识上的这种认知上的作战呢所利用。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完全不用害怕美国官员去台湾访问会促成什么局势上的紧张，这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中共是借故而为之。如果美国不去，好像形式上是和平的，但实际上是危险的。美国人去了，中共借故会做一些动作，但实质上对台湾来讲呢，它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但美国这边也要做到一点，就是说它要很持续的，它不能说是今天我做到了，明天我退缩了，后天。所以美国这边也很重要。那美国这边态度以什么为转移呢？我觉得乌克兰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乌克兰自己它的这个抗争的决心很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北约持续的在支持乌克兰。所以说助人先助己那助己者天助之。所以我觉得台湾呢这边如果能自己我们能够先统一起来，能够很强势起来，那这会儿呢美国有足够的理由西方国家有足够的理由对台湾进行支持，他们的政策上也会，我想呢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这样对中共形成一个非常齐心合力的一个压力，这才是需要的。遇到流氓千万不要退缩，一定要你没有力量，你要去喊叫，你有腿你可以跑，对吧？你跑不了你要喊叫，你要是有能力你要反击，绝对不可以跟流氓去谈任何的妥协，是没有后路的。这非常的重要。其实台湾过往当然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2025我一直觉得这个美国的海军高级将领提到说这个中需跟美中一战，某种程度也代表美中会一战，就是美国显然都做好这个自我内部的一个所谓的说服。刚刚我觉得大宇讲清楚，其实如果在2025进到2035，这个中国跟美国事实上军力的能力可能还是非常的悬殊。
那为什么2025一战显然他就已经讲好，他可能会为谁或在某个区域而战？这部分我想从某个讯息的透露应该非常的清楚哦。那当然，刚刚你有提到习家军哦，大家当然难免会好奇哦，现在整个习近平他把整个派系一一的透过反贪作为一个理由，把派系消弭，然后把这些派系都给我们不管是打散，或者甚至有些直接都甚至关押。那大家就很好奇说，所以现在中共没有派系了吗？或者原来传统所谓的习家军里面，难道习家军里面没派系吗？我觉得习近平他在以前所谓打虎派营运动中他就讲过，他说中共内部是派山头林立。其实呢，习近平现在掌权，他呢是靠什么办法呢？他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他建立了一个最大山头呢，去压其他的山头，其他山头已经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所以呢，他习家军现在是特别是2·2之后，也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的，他一点都不装提拔上来的高层很多都是他自己人。所以说呢，他现在是一家独大，一家独大，但是其他派系是不是都已经消失了呢？没有，只不过呢是被打压下去了。那习近平现在呢，他除了一个山头独大是他习家军，他还有另外2个权力的来源。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过去打虎派营，他打掉了很多其他派系，特别是江派这个派系的人呢，他打掉很多。江派以前呢，因为江泽民他并不是纯正的红二代，他这个上台之后并没有自己的势力，他是靠放纵腐败然后呢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所以说跟着他干的人都是一帮子的腐败分子。那刚好，那习近平他在建立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呢，他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是靠打这些。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腐败的小辫子这其实中共党内每个人都是贪，他都有这方面的背景。只不过呢，江派这个派系他真的是以贪建立起来的他这个非常的显著。军中的巨贪呢，政府里的巨贪呢，很多都是江派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初江泽民他是贪腐治国他是靠放纵腐败建立权势。那这样呢，习近平刚好在利用这一点呢，进行了这种反向的权力建立。他打掉了这个江派很多人。那这样呢，他这个当初的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被他削弱之后，那他自然他这边呢就建立了一定的权势，对吧？这是一方面的权力来源。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靠拉拢和利益交换。这方面呢，江派内部也有其他派系也有这些呢，它都是他这种中共党内的这种利益交换也一直存在。所以说呢，这是他另外一个利益来源。所以权力来源。那这样呢，他就现在呢就建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班底。但他这套班底呢也是很复杂，就他自己的这个习家军里边来源也不一样有福建帮有这个浙江帮，有陕西帮，还有上海的甚至有广东的。现在出了一个新说法，是辽宁、山东都算了。山东呢，是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她是山东人，所以说跟彭丽媛有一些老乡关系的现在有一些人呢也给他算到这个山东帮里边了，甚至叫后宫派系确实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马兴瑞，他就是山东的运城人。他本来呢，他有个籍贯，也有说他是黑龙江的，有说可能是故意跟彭丽媛攀关系，他改成了山东运城，也有这个说法了。但他确实是有山东的这方面的血统所以说呢，他跟这个据中国密报的这个报道说，他跟彭丽媛关系不错所以不管怎么说吧，他是属于是有人把它归到山东帮的这样一个范畴这是一种说法。所以说呢，这一方面呢是不同按地方分配习家军有这么些这个不同地方的派系。那么按照其他的分类也分了，像之前这个赵紫阳的以前的顾问叫吴国光，他呢就是分的这些4派系5个集团。那5集团有包括什么军工的这是一些中共党内的这个中共体制下的军事还有工业集团的这些有可能是企业里出来的这些人呢作为智囊，然后呢他到各个地方去任职，甚至就是提拔他做一些高官。那像马兴瑞刚才我提到的是一个很典型的，还有李干杰，这也都算是在内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同学帮就是以前跟这个习近平是同学关系的类似这种分成这种不同的集团。所以说呢，它这里边来源也都不一样。那他们为什么能穿搭到一起变成习家军呢？是因为习近平这一个人。所以说在习家军内部，现在习家军是一家独大，但是在习家军内部它是主仆的关系。其他的派系呢，它并不是互相之间有一个就说我们之间都是就是有一个机制互相来往，并不是这样。
他都是靠这个习近平来穿针引线，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甚至可能有恩怨情仇。那这样来讲呢，习近平他主仆关系嘛，习近平这个主子他在这儿，其他人都是仆人，所以习近平在的时候，习家军内部他可以相安无事。我想呢，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near future 啊，就是在比较近的将来，可能看不到真正的习家军啊，就是包括这个福建啊、浙江啊、这个陕西啊，真正这跟习近平干上来的这些人，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这种在高层的斗争，也许我们外界暂时在短期内看不到。但是，一旦习近平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这主子一旦倒了，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一样哈，这个仆人在下面可能打打闹闹怎么样，但主子一出现，大家都老老实实的，这就是主仆关系的造成的情况。所以，习近平在的时候，可能大家相安无事；习近平一旦生病，或者以后有个三长两短，甚至他死掉了，那这个派系可能面临着分崩离析。因为这不是说他这个派系怎么样，因为他都属于中共体制，中共体制伴随的就是裙带关系，靠关系上位，包括这种每个人身上背的各种各样的欠人民的债，这都有。互相之间的把柄，互相之间争权斗势，还有这种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门阀的这种习惯。它这个东西呢，可能在这个东方社会里多少会有一点门阀，但是中共恰恰它是不是以法治国，它也不是以法治党，它是靠关系、靠权力，谁拳头硬就听谁的，它是靠这种黑帮的方式来管制。所以说，一旦有这个比较最大的这个权势的这个组织没了，他其他人一定会分崩离析，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互相倾轧。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前提是习近平呢，他会一旦有三长两短，这个事情这个情况很大。那当然了，像我刚才说的，习近平权力来源他也有其他派系，其他派系并不是没有了，只不过是被压下去了。最明显的就是团派，团派在这个国务院最近的新的这个高层里边呢，它是一个不剩啊。国务院的高层，不是说国务院的基层办事员啊，或者一些中层官员，是国务院的高层，他这个国务委员呐，还有这个副总理啊、总理一级的，全都是刷掉了啊。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储君啊，胡春华，现在被放到了有可能是政协副主席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啊。然后李克强呢，等于是退掉了，汪洋呢，等于是也不太可能启用了。所以说呢，团派这些高层这几个能拿得出手的都已经被打掉了。那可以说团派群群覆没，但是他没有了吗？胡春华还在，对吧？他底下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也都在。所以说这些人他并不是彻底的清除掉了，只不过他们臣服了。找时间，对，找机会，对，也许他之后某一个时段，他可能还会，这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他的暗中因为有些我们所谓是明争暗斗，明争他没有了，暗斗他可能还会存在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不排除的。再有一个必须说明的就是江派，江派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不仅是没有彻底除根，而且是留了非常大的隐患。一个是韩正，我们之前看这个消息说韩正他可能会出任副主席，是这个职务虽然是理性的，但是它的象征性很强。之前这个东西呢，它是给了王岐山，王岐山是帮助习近平打虎拍蝇的一个功臣。有人说他也是江派，但不管怎么说，他有这个建立了这个功勋啊，帮习近平建立这个功勋。那他在这个位置上呢，等于是给他一种回报。他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他帮习近平做一些礼仪上的、外交上的，他也说自己是习近平的报幕员啊，这是方岐山说的啊。但是现在把这样一个位置给了韩正，但韩正并没有建立王岐山那样的就是对习近平来说那样的功劳，他并没有。而且这个人丑闻很多，在上海官场色贪全都占上啊，而且他是江派，等于是习近平对手派系。那为什么他能站在这个位置呢？那等于就是说他的背景也同样是江派背景，帮了他一把。那现在普遍的分析就是韩正啊，他等于是江家的利益的代表人，像江家的财富很可能在他的儿子，在他的孙子，这个他儿子江民恒啊，孙子是这个江志长，在他们手里掌握着很多财富。那这个整个江家在政治里边的代表是谁呢？曾庆红年龄已经很大了，对不对？那韩正被认为是江家在政治上的江家代表，所以说韩正能在上面，如果他出任副主席的话，很可能是习家军啊，习近平想连任，跟江派在暗地里达成的一个权力交易，就一个结盟。权力交易，你让他连任，
他可以安排一个人做你的代表，继续在那儿保你江家的或者是保你什么的人的利益不受威胁。这样呢，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江家有的人看了可能觉得放心啊，你习近平还是有我们这个人在。其实不只是韩正，王沪宁，他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没有任何争议，他就是江泽民安排在习近平身边的一个最大的江派的一个大脑，或者是一个江派的代表人物，他比韩正更重要。韩正可能只是一个管家，王沪宁是一个大脑，他的大脑现在他现在在逐渐的在，好像是其实之前已经是之前这么多年，很多是王沪宁在主宰习近平的大脑，所以说这个人是非常危险，但是呢，却把这个习近平玩的是一转一转的。我看他感觉整个面相就像个狐狸精啊，我就说的是一个比喻啊，那个面相这个人就看上去就是很尖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呢，王沪宁在那个位置上，他其实一直他都是江派的人，他接下来还会发挥这个作用。那么等于说江派在这边呢，他王沪宁一个，那对所有人来说，我觉得如果说习近平有的媒体评价他对世界最危险的，但是他身边的人里边呢，如果说评出一个最危险的，那就是王沪宁啊。他现在还在为习近平啊，现在这个日本媒体报道的嘛，为习近平起草替代一国两制的统一台湾的方案。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脑子里全是极左，而且他用的方式都是那种文革时期的。这个人并没有太多的，就说他真正的治国理政才能他有吗？并不一定。他很多东西都是中共理论建设上的东西，都是那些空无的意识形态，而且他用这些东西呢，他再套上他的文革的经验，因为他是内在成长起来的，而且都是极左的反民主的东西。这个人他脑子里这东西，加上他那些坏水，配上习近平这小学生，因为习近平不太知道嘛，他等于把习近平我感觉是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不是说习近平就没责任啊，但这个人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他很坏啊，所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说之后啊，就说江派的他作为代表，他绝对不会说一旦有什么变故，一旦有什么历史性的事件、划时代事件出现，那么这王沪宁可能他不一定是站在习近平身边的，他没准他什么时候就会反水。那这个韩正呢也一样，他是江家的代表。他等于是现在习近平权势在握的时候，这些人相安无事，那以后就不一定是会怎么样相处。所以说呢，习近平等于是用这种利益交换、权力交换，把韩正、王沪宁这样危险的人物摆在自己身边，这是最明显的威胁。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中共的他这个权斗啊，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是这个部分，大概我讲也是我们持续会来做一些关注啊。透过大宇的介绍，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中国内部这些派系的斗争，事实上是不会因为习近平定于一尊就减少，显然后续有许多要关注啊。中国的这些脉络，如果你不了解，其实今天我想，如果您过去对中国议题不了解，透过大宇的介绍，你会很清楚知道整个目前这中共内部派系的一些分治的一些状况，这对我们当然很重要。至少以后你看到这些人，看到谁说什么话，就自己心里要有一些防备，跟自己有一些分寸来做一些拿捏。我想这蛮重要。当谈到中共的本质非常的狡诈多变对台湾来讲，一直说台湾就是遭受到这个认知战或者讲讯息的干扰最大。其实我知道大宇本身就一直以来对于中共来说，可以是最了解的人之一借着机会，你自己要不要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以你自己在过往这么长的时间，在揭露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能不能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一下，你怎么看待中共这样一个本质？你觉得大家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我觉得作为对台湾朋友来讲呢，我想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台湾朋友呢，他对就是说，可能我的观众里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因为他长期听我节目，我一直在讲，可能有很多没看我节目或者说是并不是太了解的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就是他对中国呢，或者说对中共他抱有一些幻想觉得中共会改良或者是习近平他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可能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不会这样。其实呢，我觉得这样想呢是可能缺少对中共的一个思考那中共呢，习近平现在这样，其实并不是习近平自己他非要怎么样，中共的发展它也是有一个脉络的，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轨迹的。其实现在呢，中共整个的发展脉络它都是以前就定好的
那我记得在邓小平时代，他就定下过中共未来要称霸的这样一个讨论啊。后来我现在印象呢，就是说他在90年代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至少在90年代吧，他已经有了一个对未来2050年前后或者是更早的时间，他要甚至要超过美国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整个中共它现在跟美国在世界上的这种抗衡啊，这种任何的它这扩军备战呢也好，还是他要把台湾吞并，跟美国划太平洋而治，它等等这些做法，我们不用去看它具体做法，就中共的它的这个总的目标，它在那儿，它一定要在这个21世纪的中叶，它要成为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那这样来讲呢，他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要这么做，在他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已经定下了这样一个目标，在中共的党内目标。所以说呢，习近平的出现，他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者说是习近平选择了中共，恰恰相反，是中共选择了习近平，而且确实是如此。习近平是江泽民指定的这个大家有的人可能对江泽民这个骂他的人特别多，也有个别人我发现江泽民死之后，甚至对江泽民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这个人他就是江泽民指定的而且呢他在党内的这些做法，你如果说习近平拿掉了，换到另外一个人再上来，就不会这么做了吗？我们之前对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有过这样的妄想这样的这种觉得 OK 谁下去了，可能再换一个人上来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历任的领导人，中共领导人在任的时候，民间都有这样的幻想，但是换上来的人都是伴随着失望。而且呢，我想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就说呢，习近平上台这10年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交媒体，特别是自媒体，还有这个手机媒体，它蓬勃发展的一个年代。习近平上台是2013年初，对吧？2012年底定下了他就是彻底定下了他的这个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那恰恰在2012年到现在，正好是中国的微博什么抖音是后来了还有微信也是后来。那这些他正好在这个期间发展特别快，等于是一个爆炸性的发展，在国际上也一样。这个时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通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事件可以第一时间曝光。中共做的很多这种肮脏的丑事第一时间他没来得及封锁，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他即使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之后，他封锁掉了，也被海外给留下了快照，他给存下来了，在海外继续传播，有可能会翻墙的网友还能看到，而且还会反过来传到国内。所以说给他维稳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那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去年的铁链女李莹事件就很典型。他就微博上曝光了这样一个事儿，马上传开，他再封已经封不住了。还有最近大家热议的胡鑫宇也是一样，都社交媒体帮助很大。所以说呢，这么多年大家可能觉得习近平治下这中国这么混乱，其实恰恰是因为过去这网络媒体没有这么发达，大家没有第一时间的这种通讯工具，能够把这个坏事第一时间曝光出去，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其实历任党魁下面中国的这些事儿层出不穷，都在发生着。江泽民治下一样非常多。那在这个江泽民治下，他对新疆少数民族的迫害一样非常的严重，而且这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像这个新疆，他有一个领导官员，他铺这个商业街的地砖他不是用新疆当地产的地砖，他是找到他自己在内地的一个亲戚，他那是专门开厂的，这种烧砖厂的他从那边远道的长途跋涉的来买这些砖去铺新疆的地面，而且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拿到当地做官，这在江泽民时代非常的普遍。而且江泽民时代的下岗工人这些也非常的多他们的遭遇也很惨烈。那么还有这个64学生在江泽民治下迫害也很严重，有一个64的学生是女学生，她在四川被劳改，然后在劳改营被这个劳改犯人轮奸然后外国的这个有人问到了出访的江泽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江泽民说那个学生是罪有应得，这是一个中共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亲口跟外国人说的，说一个学生被轮奸是罪有应得，这是他来讲的。所以说江泽民治下中国一样的混乱，胡锦涛治下也一样。在这个赵紫阳他们有人讲这个要
胡锦涛给予赵紫阳更大自由的时候，胡锦涛相反，他有可能是为了自保，有可能他也是那么坏，他反而更多的限制了赵紫阳的自由。所以说这些事情，你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希望寄托给任何的党魁。对台湾的统战，从早年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时代已经对台湾武统过了，只不过是失败了。而且有一些解密文件，他可能认为他想故意暂时留着台湾作为一种跟国际的上一种就博弈的一个筹码啊，这是另外一种的说法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初打台湾是失败的啊，被这个当时的国军呢，还有这个美军呢合力都制止了。那么再后来，他这个武统这不是这个对台湾的统一吧，他并没有拿下台面，一直存在。而且我们知道，他要是想跟像我刚才说的，他想跟美国长期的这种对抗，它是一个中共长期目标，不是习近平定下的，早年就有。所以说呢，他要想跟美国这种对抗，台湾是必须要拿下。对中共来说，因为台湾封锁着它面向太平洋的口岸，如果台湾拿不下，那它是在台湾岛这个第一岛链的核心。往北是日本，往南是菲律宾，整个把它的这个中共出海的地方封锁，而且中共这个没有像台湾东部的那种深海可以把核潜艇直接进入太平洋，它没有。所以说呢，他拿下台湾之后，他可以有直接威胁太平洋的这样深海的基地。那这样来说呢，对中共来说，它是有很多的便利。那再加上这个台积电这些高科技产业的存在，中共假如说他用任何方式手段，他既拿下台湾，也得到了这些超高的技术，那对他来说，那跟美国抗衡是更有这个砝码在。所以说呢，他跟美国抗衡，台湾是一个必拿的选项这并不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要连任，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长期战略。所以说呢，我觉得台湾朋友不要幻想说 OK， 这个习近平下去了就好了，绝对不会。而且很可能习近平下去了，再上来人更坏。就像台湾这个英国有个预言家，这个当然我们谈一些比较悬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预言家之前有些事儿预言准的，包括川普上台，包括这个大卫我记得他叫帕克我没记错的话，那他就预言说呢，习近平有可能未来某年因为什么变故下台，再上来的人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比习近平更坏，这是那个预言家说的，他之前预言都很准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符合中共历来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这个权力会越来越专制他的维稳，他的权力这种对人民的控制是越来越精致化。我们可以看到李嘉诚在前些年中共这个习近平统治的之下，他已经就跑了。当时呢，很多中共媒体就说别叫李嘉诚跑了就以这为题来做议论。其实呢，李嘉诚当然他自己用各种这种推太极的方式，可能会说 OK， 我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中共说那样。但是呢，我们通过分析来看，他确实是看到了中共有可能国进民退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在2021年特别明显，像马云像马化腾等等这些企业家，马云是最突出的了，都被中共整治面临着这种不是捐款天价的捐款，就是天价的罚款。这是因为中共一方面他没钱了，再一方面呢是习近平现在呢他要搞这种财政上的收权他要把就是说一个是对手派系的他们这些企业家的这种实力能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确实现在经过疫情经过他的这个 GDP 这么多年来，他也是规律上的他也是在放缓。那所以这样来讲呢，他的财政上也是就是弱下去了。那这会儿呢，中共就越来越陷入出他的这个本性，因为他以前他就是靠打家劫舍起家的。他以前在井冈山在江西的时候，他就靠绑票这种地主家的人他就是去勒索他们勒索钱财，这是有史实可查的。在井冈山他这个当时跟蒋介石对抗的时候，他的财政来源很多是非法的，就包括这种绑票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基因一直存在。那么到现在呢，他又显露出他这样的，只不过样子他的这种说辞还有各种做法上是更加的圆滑，更加的冠冕堂皇，但是实际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很多的中共企业家在捐款，天价捐款，或者是遭遇了天价的罚款，甚至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这样的就是中国一些带货的博主他们的收入都很高都上亿元的罚款，都面临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是带有一种劫富济党的这样的一个
象征在。所以说，假如说台商大面积的在中国大陆投资，它真的就能够逃避这样的现实吗？所以说未必。而且呢，台商的经历啊，他在中国遭遇的不公，其实早年就有，不只是在习近平治下。我听到了很多台商的故事，在中国创业的故事，这些东西他们经历的跟这个，因为它是一个专制体系嘛，在中国国内，它就是要你这个有一些非正规的方式叫你经营，对不对？还受贿，这是很正常的。你甚至要做一些其他的，所以说它其实呢，你到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前提下去投资，对你就是一个没有保障的。有的人是血本无归，他变成了在中国变成维权人士。当然，有的台商可能经营的很好，但是我绝对的肯定，他一定是要去孝敬好当地的这个中共的官员。如果他做不好这一点，他也很难在中共持续维持下去。那假如说有一天你的靠山倒了怎么样？怎么办？所以说，很多台商你把中共国作为一个永远的寄托，我觉得这个并不能长久，因为中共的他的不依法治国啊，他的这种中共这种他的权力运作，他这种对腐败的无视，还这种对舆论的掩盖，种种来讲，它就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环境。恰恰相反，台湾啊这种自由民主的环境，才真正的是能够让一个地区繁荣起来的，能够让你长期保证你的安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所以说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就是无论是台商也好，还是说台湾人民也好，并不能把中共作为一个很就是信得过的一个靠得住的一个东西啊。他的这个言论是不断的在变化的。而且就是说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也谈到一点，就说呢，台湾人呢他可能会觉得跟中共要对话，不要去惹怒对方啊，要保持中立啊，或者怎样，不要在国际上选边站。那这样在我来看呢，无异于是选择的慢性自杀。因为我想呢，这样观点的朋友啊，可能会主要考虑的是怕中共武统，但实际上中共他才不想武统呢。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其他方式，中共他会用其他方式，而且恰恰如此，中共一直对台湾在进行认知作战。因为台湾离中国很近，而且呢语言都相通的，很多文化上的东西也是相通的。那在这一点上来讲呢，中共做很多事情，它其实是长驱直入的。那么在过去这么多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讲一个词叫文攻武吓。武吓是一方面，文攻是什么呀？就是通过他收买的红色媒体啊，他收买的红色官员，他甚至收买的当地的支持中共的黑帮，他们在台湾岛内进行这样的运作，甚至是台湾的五毛啊，甚至或者是五毛化身台湾人在领导风向，这些事情一直在存在。如果说2019年没有香港反送中这个事儿，香港人没有从这种用亲身血泪的实践提醒台湾一下，也许蔡英文未必能成功连任，也许那会儿上来的是韩国瑜，那可能台湾离中国跟中共进行一国两制的所谓统一就更近了一步。恰恰是当年反送中点醒了台湾人，就像一剂猛药或者是怎么样的，就点醒了台湾大众，有可能把这局势扭转过来了。当时又是蔡英文连任。当然我不是说支持台湾的某一个党派啊，我只是说就是说中共他想能够就是说在台湾岛内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得逞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朋友他觉得 OK 武统很可怕，但其实中共的文攻一样可怕，它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台湾的这些他的思想。一旦台湾选择中立，没有了外界，拒绝了外界的这样的支持，那其实像日本呢，像美国呀，对台湾进行真正意义上面对中共的这种软刀子，他将毫无办法。那一到这样的时候呢，那很可能他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台湾的民意，他的中共的红色资本会大量的进入台湾，收买台湾的媒体，去改变台湾的民意。那这样的慢慢来讲，它有可能颠覆现在的就是说不是说现在了，就是说有可能颠覆对中共可能比较疏远的台湾政府。那再上了一个亲共的政府，那它会渐渐的离中共他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近，到时候中共可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台湾拿下来。而拿下台湾绝不是说以台湾人自己或者以国际社会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中共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共的长期目标是要跟美国抗衡，而跟美国抗衡它是必须要拿下台湾。而且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要想实现第4任期的连任，他也一定要把台湾作为一个立一个大功，立一个这个做自己的一个功勋来换取他第4期的连任。那这样来看呢，就说其实呢他是一定要做的。那台湾选择的，我想那一定要很明确的跟中共不妥协不去合作，而且呢要跟国际社会积极的合作，去跟中共要跟他抵制他的任何的企图。这非常重要。今天很谢谢我们新闻拍案惊奇的大宇主持人大宇来帮我们很清楚的针对中国特别是中共的这些样貌，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政经的朋友更清楚的做一些了解。结果我觉得今天的了解里面让我感触很多。第一个部分是所有的这些商人，你以为这个你有选择，其实等到你收拢在他体制底下，你就任他宰割，事实上你是没有选择。另外一个是台湾民众，现在你有选择，但当你选择错误之后，你以后就没得选择。你还以为你真的可以来选择这个左右逢源，然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源？没有，因为中共不过就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叫做绊脚石，台湾必得要去除。台湾难道不敢讲未来台湾人有可能被送到战场吗？我觉得在这部分大家都必须要还是很严肃的来看待。然后今天再次感谢大宇这个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可以我们碰到大宇本尊可以面对面来做这些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来跟他请益那也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喜欢大宇的节目，我们希望相互都给我们支持鼓励一下。那就再次感谢大宇，也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洪林，谢谢大家。